如果有一天你加油的时候，屏幕上显示的不是美元，而是人民币，你会觉得这是科幻，还是正在发生的现实？别急啊，今天这个故事我们从一条海峡讲起。这条海峡宽不过几十公里，却每天吞吐着全球将近1/5的石油。它就是中东的咽喉——霍尔木兹海峡。历史上每一个掌控咽喉的地方都会改写世界格局。从古罗马控制的地中海，到奥斯曼帝国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，再到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，谁控制能源与通道，谁就掌握时代的脉搏。而今天这个脉搏开始出现了异动，伊朗战争正在悄悄撬动一个比导弹更恐怖的东西——美元霸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很多人以为美国的霸权靠的是航母 F-35加核弹头，但真正让世界低头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武器——美元。1974年，美国跟沙特达成一个关键协议，全球石油必须用美元结算。从那一刻开始，石油等于美元，美元等于能源。这套体系被称为石油美元。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一句话总结：全世界要买石油，就必须先去挣美元。于是，日本、欧洲、中国、印度所有国家都要拼命出口商品换美元，再用美元买能源。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循环，你辛辛苦苦干活挣美元，再把美元还给美国，而美国呢，可以印钱换资源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美元是全球最成功的收割机。史记有云：利出一孔，则国无敌。当能源结算这个孔被美元垄断的时候，美国的地位就几乎不可撼动。现在裂缝出现，伊朗的非常规操作。历史有个规律，任何看似永恒的体系都会在边缘开始破裂。今天这道裂缝就出现在伊朗。最近一则消息震动金融圈，伊朗允许使用人民币支付石油的船只优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。注意，这不是简单的贸易安排，这是在告诉全世界，你不一定非要用美元。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更直接，这可能是石油人民币的开端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？别急我们换个角度。如果你是一个国家，现在想买石油，有3条道：第一，用美元，就是传统路径；第二，用本币，风险大；第三，用第三方稳定货币，就是新的选择。在过去这第三，也就是第三方稳定的货币几乎不存在。但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之一，也是伊朗最大买家。人民币开始具备一个新属性，不只是贸易货币，而是能源货币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当年英镑让位给美元的前夜。战争往往是金融革命的加速器。有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战争触发这条件？因为战争会让规则失效。当海峡被封锁，航运受限，保险狂飙的时候，传统的支付体系就会出现问题。你用美元结算，但船过不去，有啥用？你有美元，但被制裁冻结了，有啥用？这个时候新的规则就会诞生。历史早就给过答案。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英镑体系崩塌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元登上王座。纵观人类文明史，货币的霸权从来都和能源的控制权紧密绑定。早在公元前5世纪，波斯帝国，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地区，之所以能横跨亚欧非3大洲，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，核心就是控制了两河流域的能源命脉、粮食跟牲畜，而其发行的波斯金币也成为了当时全球贸易通用的货币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源货币霸权。无独有偶，17世纪的荷兰凭借着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全球香料贸易，相当于当时的战略能源，让荷兰盾成为了全球第1大货币。19世纪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掌控了煤炭能源，英镑霸权横扫全球。巅峰时期，全球70%的贸易都用英镑结算。这背后藏着一个永恒的真理：谁控制了全球最核心的能源，谁就能掌控全球货币的话语权。而这个真理在2战结束以后被美国发挥到了极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，美元霸权的基石。我们把时间拉回1944年，2战的硝烟尚未散尽。
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，召开了一场改变世界金融格局的会议。这场会议上，美国凭借着二战中积累的雄厚实力，本土未遭战火蹂躏，黄金储备占全球70%以上，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，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，也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。当时的协议规定，美元与黄金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比例挂钩，美元成为世界本位币，各国货币在与美元挂钩。这意味着美元从此成为了世界货币，美国也由此获得了世界金融霸权。但这个体系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·特里芬提出的特里芬悖论：各国为了发展贸易，必须持有美元，这会导致美元大量流出美国，造成美国长期贸易逆差。但美元要保持稳定，又需要美国保持贸易顺差。这两个要求相互矛盾，正所谓一根筋两头堵，注定了这个体系的短命。果然，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随着欧洲跟日本的经济复苏，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美元的兑换承诺，加上美国频繁参与战争，军费开支巨大，美元信用一落千丈。1971年8月15号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，不再履行35美元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。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塌，一个时代就此终结。但美国并没有就此失去货币霸权，反而找到了一条更强大的续命符——石油。1974年，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，沙特同意所有石油出口都用美元计价，并且将石油贸易的盈余资金全部投资于美国的国债跟资产，而美国则承诺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，保障其国家安全。这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诞生。从此，石油不再是单纯的能源商品，而是成为了美元的锚点。全球任何国家购买石油都必须先兑换美元，这就强制让所有国家都必须持有美元。美元霸权得以延续至今，整整50年。在这50年里，美国凭借石油美元体系肆意收割全球财富。每当美国经济遇到危机，就疯狂印钞，让美元贬值，相当于用废纸换取其他国家的商品跟资源。哪个国家敢挑战美元的地位，美国就会动用军事、经济、外交等一系列手段打压。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因为想改用欧元结算石油，被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，生死国灭。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计划建立非洲统一货币，用黄金结算石油，同样难逃被推翻的命运。家人们，这就是美元霸权的真面目：用石油绑定货币，用武力维护霸权。全球各国敢怒不敢言，只能被迫接受被收割的命运。就像历史上所有霸权一样，盛极而衰，从来都是不变的规律。现在我们把目光拉回中东，拉回这场改变历史的伊朗战争。很多人以为这场战争只是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，只是中东地区的局部战争，但实际上这场战争的核心是能源控制权的博弈，是货币霸权的较量。伊朗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挑战石油美元的统治，而中国正在成为这场变革的核心力量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个关键事实：伊朗是全球第4大石油生产国，拥有全球10%以上的石油储量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伊朗控制着全球能源的咽喉——霍尔木兹海峡。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数据，全球约1/5的油气以及大量粮食、金属等原物料每天都要途经这条水道。巅峰时期每天有2000万桶原油以及成品油通过这里运输，占全球石油贸易量的近30%。而现在随着伊朗战争的升级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几近封闭，目前通过量已下降到超过90%，这直接引发了全球石油市场史上最大的供应冲击。插一句大招前几天去加油，已经涨到7.3块，而加油站的老哥告诉我，过2天还会再涨1.2块，到时候那啥，也就是1升油几乎逼近9块钱。国际能源署警告，本月全球石油供应将减少约800万桶每日。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，各国的能源安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
就在这样的乱世之下，一个足以动摇美元霸权的信号悄然出现。伊朗官方宣布，允许使用人民币支付石油款项的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。这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声明，这是对石油美元体系的公然挑衅，是石油人民币崛起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。而最先嗅到这一变革信号的，就是德意志银行。德意志银行策略师萨奇德瓦在最新的报告中明确表示，这场冲突可能成为轻视石油美元的主导地位的催化剂，并催生石油人民币。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本轮中东战争正在打破美元对石油贸易的垄断，而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新选择。为什么德意志银行会做出这样的判断？为什么伊朗敢第一个站出来用人民币结算石油？这背后有3个无法逆转的核心逻辑，每一个都足以震撼全球。第一个逻辑，中国的实力是石油人民币的底气。中国是伊朗的长期战略伙伴，更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。多年来，中国一直是伊朗石油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。伊朗出口的石油有超过一半都运往中国。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、第一大石油进口国，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已经完成了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。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，不仅可以减少对现有国际支付网络的依赖，确保跨境支付的安全性，还能降低支付成本，提高结算效率。这为石油人民币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第二个逻辑，石油美元体系早已千疮百孔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石油美元的根基是美国与沙特的协议，但现在这个协议已经名存实亡。如今，沙特对中国的石油销售量已经达到了对美国的4倍。沙特宁愿把石油卖给中国，用人民币结算，也不愿意再过度依赖美国。不仅如此，整个海湾国家都已经在行动，开始实验非美元的支付架构，比如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。这意味着海湾国家已经不再愿意被美元绑架，正在寻求新的结算方式。而美伊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。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各国无法再顺利通过美元结算石油时，人民币自然成了最优选择。第3个逻辑，伊朗的破局是时代的必然。伊朗长期受到美国的制裁，美元结算渠道被切断，这反而让伊朗成为了最早摆脱石油美元束缚的国家。对于伊朗来说，用人民币结算石油，不仅可以避开美国的制裁，还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，获得更稳定的贸易伙伴。而对于中国来说，与伊朗的合作不仅能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，还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实现双赢。其实这种乱世出变革的场景在历史上早已上演。公元1453年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，切断了欧洲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。欧洲各国被迫寻找新的航线，最终催生了大航海时代，改变了全球的格局。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打破了英国的霸权，美国趁机崛起，成为全球新的霸主。而今天，伊朗战争的爆发正在打破美元的霸权，催生石油人民币的崛起。这是历史的轮回，也是时代的进步。家人们，回望历史，从波斯金币到荷兰盾，从英镑到美元，每一次货币霸权的更迭都伴随着能源控制权的转移，都伴随着时代的变革。而今天我们有幸见证一场新的变革正在发生，伊朗战争的硝烟正在吹散美元霸权的迷雾。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，而是一场时代的进步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，全球货币体系将进入多元化时代，各国平等相待，互利共赢，再也没有霸权的压迫，再也没有不公的收割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